个小小的纸飞机可以飞得又快又稳，真的是蛮困难的。但是大家知道吗？其实啊，要让这个纸飞机可以顺利飞行，它所具备的条件呢，是跟天上的飞机大同小异的哦。西元1899年，莱特兄弟总结李林达尔以及其他航空先驱失败的经验，决定摒弃当时在飞机上加装大马力发动机的想法。他们认为，要能够成功飞行，除了追求动力之外，更关键的是要有可靠的飞行控制系统。他们通过观察鸟类飞行，发现鸟类是通过改变翅膀后端羽毛的角度来控制身体左右翻转。他们设想，若能让飞机在转弯时像鸟儿一样向转弯的内侧倾斜，也许就能够达到控制飞行器飞行方向的效果。于是他们打造了风洞，进行大量的实验，为200多种不同的异形进行了上千次测试，终于发现了增加升力的原理。1903年12月17日，他们在美国西海岸小鹰镇成功试飞了自行研制的飞行者1号。这次飞行是有史以来人类第一次成功让飞行器进行受控的持续飞行，为人类的航空史迈进了最重要的一步。飞机经过10几年的改良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使飞机的用途改变了，主要负责侦察、轰炸，甚至进行地面攻击。战后，航空界出现了巨大的转变，不少飞机改作为商业或是私人用途。50年代，德哈维兰公司所制造的彗星飞机成了首架民航喷射机。然而，由于设计上的问题所带来的空难事件，使得波音飞机趁机崛起。波音于1958年正式投入服务的波音707客机，更大的载客量、更远的航程、更低的营运成本，都令哈维兰彗星式望尘莫及。从此，波音系列便成为最被广泛使用的民航喷射机。请问你们是从哪里来的？香港的。香港来的。好，那我这边有准备一道题目要问你们啦。请问你们觉得2017年呢，全球最繁忙的航线是哪一段呢？第一个 A， 纽约到东京，然后第二个是纽约到伦敦，再来呢还有一个是桃园到香港，然后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上海到洛杉矶。全球哦，它是一个对伦敦。好，你们觉得这个是全球最繁忙的航线？好，这是我们香港的朋友，他们觉得这2017年最繁忙的航线啊。那我现在要公布正解啦，那就是桃园到香港，这是我们之间的距离。各位观众朋友，你们猜对了没呢？我有研究过鸟类飞行的影片啊，发现它们在飞行的时候拍动翅膀的动作，其实看起来蛮复杂的。所以我想知道，像人类的飞机，它有比较简单吗？飞机的飞行的确比较简单，其实首先要考虑4种力，分别是重力、升力、推力与阻力。升力要能克服重力，推力呢要能抵消阻力，于是飞机就能以一定的速度飞行。在不少书籍啊都会提到白努力定律来解释升力，可是升力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啊？使用白努力定律有很多限制有些飞机飞得很快，用白努力定律来解释飞机的升力的话，可能问题会比较多。简单的说，升力就是因为机翼引导气流向下流动造成的。那还有没有更简单的方式可以来理解这个啊？眼见为凭，那我们就到实验室来看看实验吧。好啊。心怡，你看这个实验，当飞机飞过的时候呢，
气流被往下带。从地面上来看，空气原本是静止的，因为飞机飞过，空气原地被往下压，那可见空气受个向下的力量。对，那它的反作用力呢，就作用在机翼上，成为所谓的升力。同样一个现象，如果我们坐在飞机上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到，气流呢顺顺流过这个机翼，然后再向斜下方流去。对，哇，原来气流它是会这样子流动的啊。对，因为空气被飞机原地往下压之后呢，自然就形成这样两个漩涡。教授，听说飞机会受到各式各样的阻力影响，感觉好像蛮复杂的哦。其实还是可以用很简单的原理去解释。各式各样阻力的发生，是因为飞机的动能转换成空气各式各样的能量。只要避免以各式各样的方式去扰动空气，就能尽量减低阻力。那又怎么样去减少对空气的扰动呢？扰动空气的方式有很多，例如压缩空气，或者迫使空气流动，就会增加空气的内能，或是它的动能。我知道了，飞机之所以做成流线型啊，就是因为这样的话，让飞机在空气中飞行的时候，空气就可以以比较缓和的速度来让出空间，所以相对来讲，这样就可以使飞机飞行时它的阻力就会降低。没错，这种阻力呢跟飞机的形状有关，所以也称为形状阻力。另外呢，飞机也会摩擦空气，使空气的温度增加，所以这种阻力呢称为摩擦阻力。还有一种阻力就是刚才我们提的，飞机飞行的时候必须把空气往下压，那这个也会增加空气的动能，所以呢它也会产生阻力，这种阻力叫做诱导阻力。哇！我在飞机场上啊，看到有许多的飞机机翼尖端有一个向上翘起的小翼，就像是在飞行当中鸟类的翅膀。这也是为了降低阻力哦。可是我们直觉上不是会觉得说，又多加了一个小翼，那就会更增加它的阻力啊。如果了解阻力发生的原因，就不难了解翼端小翼的确可以降低阻力。飞机飞行的时候呢，机翼下方的空气压力比较大，上方的空气压力比较小，所以在机翼尖端的地方呢，下方的空气就会绕到上方来，形成翼尖涡流。那翼尖涡流呢，无助于升力，但是它却增加空气的动能，这就会增加阻力。所以如果能压制翼尖涡流的发生，就能降低阻力。长程飞行的时候，可以省不少的油料哦。原来如此。早期的飞机用活塞引擎转动螺旋桨，螺旋桨转动的时候呢，它会带动大量的空气向后方快速的流动，于是产生推力。那现在有很多飞机都改采涡扇引擎。涡扇引擎也能够带动大量的空气向后方快速流动，而产生推力。这么说，是不是只要推力够大，飞机就可以飞行了呢？没那么简单哦，我们还要控制飞机飞行的姿势，才能让飞机正常的飞行。星一，我们就来看看怎么操作这个直升机与控制它的飞行姿势。那当我把这左边这个操作杆拉起来的时候呢，那这个直升机呢就会整个飞起来。那当我把这个右手边的这个操作杆向右的时候呢，这个直升机就向这个方向飞去了。向左边的时候呢，直升机向左边这个方向飞去。当我向前推的时候呢，直升机就开始向前飞了。哇！但是呢，如果我要控制这个直升机的机身的方向的时候，我就用这两个踏板来调整它，会影响后面那个尾翼的角度。那它就能够控制这个直升机的方向。首先要说明的是，对飞机直心造成的力矩影响飞机飞行的姿势。好厉害哦！教授，为什么不管怎么样丢这个纸老虎都是这样子？因为这个纸老虎下落的时候呢，空气阻力对它这个纸老虎的直心造成的力矩呢，总是让它能翻转成脚向下，所以呢，小老虎掉下来的时候呢，总是能够站立起来。
所以只要把物体的直心当成支点，就可以利用各种力量造成的力矩，去调整在运动当中物体的姿势，对不对？对，射箭、射飞镖跟打羽毛球都是利用气流对它们的直心造成的力矩，来使得它们以特定的姿势飞行。例如，当这个箭在飞行的时候呢，如果它的飞行方向这个方向，那它这个箭羽所受的空气的阻力呢，就会对它的直心大概在这附近造成一个力矩，那把这个箭身呢调整成这个方向来继续飞行，所以让这个箭头呢始终向着飞行的前方，让能会击中敌人或是猎物。如果羽毛球这样的飞行，它的球托没有朝着这个飞行路径的前方的话，它这个羽毛所受的阻力呢，会对这个羽毛球直心造成力矩，就会使得它这个羽毛球呢翻转成这个方向，所以呢，它这个球头始终正对着飞行的方向。那再其次呢，我们看到这个飞镖一样，它如果飞行的时候，这个飞镖的尖端没有朝着飞行路径的前方的话，那它的这个后面这个地方所受的空气阻力呢，就会对这个飞镖的重心，也就是它直心大概在这个附近，造成一个力矩。这个力矩呢，又会把这个飞镖呢转动一个角度，让这个飞镖的尖端始终向着飞行的前方，所以这个飞镖呢就可以打到靶上去。一般的飞机，特别是大型的民航机，飞行时升力、推力、阻力对它直心造成的力矩，会使得飞机以适当的姿势飞行，以便使各个机翼以及操纵面正常发挥功能。听说鸟类的骨骼特别轻，强度也很强，所以才能够飞行。对，你就拿这只鸡骨头为例，你看这只鸡骨头，它的外侧很坚硬，那内侧呢又有一些支撑，所以它又硬又轻。小型的昆虫或者我们桌上这只螃蟹，它们身体的内部并没有骨骼，而是靠外骨骼来支撑身体。也就是说，利用外侧的结构来承受力量是比较有利的。只要另外再设法保持外侧结构的形状，例如利用竹节来保持竹子管状的形状，或者是这个鸡骨头内部的支撑呢，来进一步加强外侧结构的形状，就能够充分发挥这样的优势。哦，原来生物与机械都遵守着相同的物理原理呢。飞机的结构就是模仿外骨骼的设计理念，让外壳来承受力量，同时呢，避免外壳变形，加强它的强度，以达到又坚固又精巧的目的。教授真的是个大忙人哎，又要赶回去上课了。哇，怎么有那么漂亮的小飞机呀？是不是很像一只大鸟一样呢？真的好期待哦。是哦。那教官，这架小飞机它的动力来源是什么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引擎，它前面是有一个很大的螺旋桨。对。那螺旋桨它会旋转，带动空气向后，它就会反向产生推力，就会让飞机起飞。教官，这就让我想到啊，飞机好像要有一定的速度向前才可以起飞，这个又是什么原理呢？这个原理呢，就是你要看相对飞机来看，比如说把飞机当成一个坐标，你从地面上看飞机的话，那它通过空气的时候，机翼就会把气流往下带，对，那往下带的时候就会往上产生相对的升力，那飞机就会飞起来了。哦，
其实它可以飞环岛，甚至要到菲律宾、大陆、日本都不是问题哦。只是说我们要飞得到，就必须要减少它的阻力，那才能燃料才够飞得到那边去。那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做到减少阻力呢？那就要从阻力本身来了解。飞机在空气中飞行，就会以各种方式扰动空气，使得空气的某些能量增加。因为能量守恒，能量绝对不可能无中生有。空气增加的能量是由飞机的动能转换而来的。空气因为被飞机扰动而增加能量，则飞机就必然会损失动能，于是飞机就会受到对应的阻力。例如，飞机的天线和起落架都会额外的扰动空气，增加空气的能量，就会增加飞机所受的阻力。例如，看这个机身是流线型的，对，它设计就是要让飞机通过空气的时候产生的干扰最少，那所以它产生的动能就最少，所以阻力也就可以最少，最省能量。例如，机翼它的下面呢，通过空气的时候压力比较大，对，上面的空气压力比较小，大压力的地方就会往小力的地方走。机翼通过空气的时候，它就会产生涡流，然后那这会产生动能，但是却无助于升力，所以工程师就设定了一间小翼，把它减低涡流的产生。那同时呢，它就减低空气的动能，也就减低了阻力。飞机的飞行跟姿态，它是在通过空气的时候受力对直心产生的力矩所决定的。那要怎么样才可以改变飞行的方向呢？好，那你看这个飞机的尾舵、水平安定翼、副翼跟机翼，那我们就有改变这些操纵面，改变气流的方向，造成受力对直心造成力矩的改变，就可以改变飞机的姿态，进而改变飞机的方向。心你看，比如说我们要右转的话，我们就把操纵杆往右搬，对，那它的副翼就会往上。那如果说往左，那副翼就会往下，就会扰动气流，造成飞机姿态跟方向的改变。像我们要飞机往上的时候，我们就把操纵往上带，那你就看到它尾舵就会跟着改变。对。那如果说往下，它一样，它会改变气流的方向，它改变我们飞机上下。好，那最后就是讲尾舵的部分。如果说我们叫机头往右的时候，就把脚往右踩，那尾舵就会往右。那相对往左踩就会往左。这个像鱼的尾巴一样，然后导引气流、导引水流，控制你的方向，一样的道理。不知为什么一坐上飞机就莫名兴奋而舍不得下来了。唉，飞行啊，果然是人类潜藏在内心深处最古老的渴望呢。Ready。飞机实在是人类非常伟大的发明，能够想象，能够享受这种翱翔的感觉，此生无憾，真的。飞行对我意义来说，我觉得它就是可以教学生，教他飞行，然后从零到一位成熟的飞行员，这中间的过程，我觉得是相当感动、相当有成就感的。那也希望这个飞行员他能够后来进入航空公司或进入各个航空产业都可以，他们能在各个产业发光发热，进而让整个民航界的专业跟他们的成熟度越加的提升。在台湾的飞行界一直都缺乏飞行训练这一块，那安吉的出现之后，就能够让台湾的年轻人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加入飞行界，在本土就能够做到专业飞行的训练。生活充满科学，科学实践生活，而分工互助就是我们人类力量的泉源。近代有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伟大科技，背后也都是有着这庞大的人力以及物力的集结。飞机的成就象征着人类的智慧以及工业水准，它更象征着人类分工合作的无穷力量。超越想进化论为你串起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科学方程式。我们下次见啦，拜拜。